说到骁龙8 S 近4平台的手机大家都不陌生，但是带上风冷散热的骁龙8 S 近4是不是第一次见？这不，我手上的 K13 Turbo Pro 就是。很多人听到带风扇就觉得给骁龙8 S 近4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？但是我认为并不是，因为之前测试过骁龙8 S 近4，它在游戏时是有骁龙8近3的水平，但是前提是它会比骁龙8近3更热，就是功耗更高，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下，给风扇比骁龙8至尊是更合适的，同时也可以打出差异化。那加了风扇的骁龙8 S 近4玩重载游戏到底会怎样？首先是常规的原神70分钟测试后，40分钟续密成路段 K13 Turbo Pro 的平均帧率达到了 59.9 帧。之前友商的手机能达到这个水平，所以重点肯定不是平均帧率的表现，而是温度表现。释放29摄氏度，正反面温度最高都是 47.4 摄氏度，对比之前友商的温度表现，很明显温度是有降低的，这就是风扇的作用。到了更重载的新铁，40分钟测试性能狗记录的平均帧率达到了 52.4 帧。从新铁测试来看，骁龙8 S 近4的上限基本就这样了，友商的帧率也差不多。我还是那句话，重点不是游戏帧率，因为只要温度墙足够激进，就能实现很高的帧率，而温度上的差异才是风冷散热的强项。对比之前测试过的骁龙8 S 近4的手机 ，K13 的温度确实更低，正反面的温度最高也都是 47.2 摄氏度，功耗也是7瓦左右。所以风冷散热放在手机上最大的差异化就在这里了。在风冷散热的设计上 ，OPPO 算是比较用心的，或者说是有小巧思的。在 K 系列的定位上，驱使影像是再常规不过了，所以把风扇集成到摄像头 Deco 里很巧妙。再加上背板的时刻看上去确实很战斗。正面是一块 1.5K 分辨率的屏幕，直屏设计，高亮度 LEDC， 低亮度高频 PWM 调光，电池容量为7000毫安时，处理器平台是骁龙8 S 近4，也就是我这里3天3个场景充满电到关机的测试，各分项场景的续航时长如下所示。电池大就是好，虽说骁龙8 S 近4的综合能效不如旗舰平台，但是电池大就能有很强的各分项的续航表现。最终模拟到我这里4小时重载测试模型之后，它还剩下 45.17% 的电量，在今年的综合榜单中续航肯定是靠前的，续航表现依旧是抢眼的。80瓦的有线快充，充到 100% 后是66分钟，充电速度真不快。影像对于它来说肯定就不是强项了，不过友商也是，所以我就对比了下友商的拍照表现，反正定位相同。白天第一组样张看解析的表现，其实两者是相当的，差距真不大，锐化上略有区别，对于常规用户来说就是没什么区别。这一组我一直说是难度比较大的场景，暗部宽容度上的表现 OPPO 要好一些，两者都有些噪点。白天想要找区别难度比较大，因为白天的光照强度是很足的。我们重点来看夜景表现，夜景第一组样张是不是没有想到红米拍的要更好看一些？解析力表现上OPPO 涂抹感相对是更重一些的，红米的表现是要好一些的。第二组样张依旧可以看到解析力上红米是要更好一些的， OPPO 的涂抹感明显更重。第三组样张也是一样，能够看到红米的解析力表现依旧是更好一些的，所以夜景表现上不管是环境光强度怎样，红米的解析力依旧是要好一些的。这么来看，在影像表现上 K13 Turbo Pro 的表现常规，其实这个价位上大家的区别不会非常大。而系统表现有一些体验点需要跟大家强调一下， K13 Turbo Pro 的续航是很好的，但是当你设置成高刷之后，你能看到它很多软件都是限制90赫兹的，包括微博这种信息流软件都是90赫兹，所以目前的高刷策略确实有些保守。大家拿到手第一时间尽量设置成全局120赫兹，毕竟续航表现是真的很不错。我测试也是在120赫兹前提下测试的。有一点很意外，就是它在定位上并没有广告文件夹，在文件夹里也没有广告的推荐位，非常的意外。系统动画上表现也很不错，该有的动画基本都给了，流体云以及全屏搜索的小步助手都给了。散热风扇在下拉菜单中是可以自己开启的，也可以去设置界面设置，特别是充电的时候大家也可以考虑开启，这样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让快充的速度更快一些。除此之外，日常使用你觉得手机热了，那完全可以手动打开，让日常使用更流畅。系统稳定性测试上，在新铁后刷微博测试系统稳定性 K13 Turbo Pro 确实限制帧率了，测试5分钟过程，它全程90赫兹一根直线的跑完，并没有回到120赫兹。和 OPPO 加旗舰一样，降帧率让手机喘口气的同时用90赫兹来保证系统一定的流畅度，这个做法是可取的。其他细节上的体验，红外 NFC 双扬包括线性马达都是有的，但是也确实不是金属中框和玻璃后盖，在 K 系列的定位上貌似一直都是这么做的。最后总结，用散热风扇打差异化是 OPPO 在 K13 Turbo 系列上的主要做法，所以它最大的亮点肯定是在7瓦左右压力负载下的温度表现，对比友商来说确实更低一些，不过并没有带来非常大的帧率差异化。
主要还是在温度表现上的区别。续航表现上，大电池确实带来非常不错的续航成绩，拍照则是常规表现。这个价位上的手机，在处理器上点了技能点，拍照都会取舍。系统表现上，帧率机器性可以更强一些，文件夹的广告位和广告文件夹都没有确实非常的意外。流畅度在价位上，我认为是比较靠前的选手。细节配置上要吐槽的话，还是大家说的塑料中框和后盖，它最大的谜底还是价格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。看到这里，求不关注和3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